你们好哈！今天的题目是谁将要牵起你的手？谁将要牵起你的手？哈，好，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题目哦。那这是今天的3张牌，给你们一点时间做选择。你可以注意一下那个手的动作哈，来去做你对于今天这个题目的一个想象。好，如果你需要看久一点的话，记得按下暂停哦。那我们不啰嗦，就开始了。好，那我们就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好，来，今天的题目是谁将要牵起你的手哈？谁将要牵起你的手？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个趋势的流动哈，先来看一下整个趋势的流动。来看一下你现在跟他的关系哈，有一些比较时间区块比较长的、比较宽广的一个状况来看一下哈。好。等一下哈，还不错哈。我现在我再仔细看一下，好像少了一些东西。这里再到这里，好。目前你们两个应该算不算认识了哈。这个等一下我们等一下再翻牌注意一下，因为它这边有一个旅程正要展开的一个讯息，旅程才正要展开的一个讯息。目前你们两个之间的故事线路线有连结，可是中间出现了一个停滞状态。可是以金星水星的方向来说，应该要有一个，因为它这边有一个弧线哦。它这里有一个东西，就是说有一个新的启程、新的旅程要出现了哈，指引的方向出现了，金星正在指引着这一个你们两个人的故事线要去往爱情的方向走，而水星这边已经预示到了某一些作为转换的事件要展开，那这两个都是有方向性的路径，端点，然后受到了愚人牌往上走的一个能量的指引。我先说，你近期或是你现在人生中有特别想要做一些决定啊，已经做了决定，或是要做一些决定，或是想要往一个新的方向去做发展或什么，你可以尽量去哈，因为以爱情，以现在这里的爱情的路径来说，就是那一个方向里面它将要出现，然后你们彼此应该会有很明确的吸引力，而且那个吸引力是经过你们两个认真的判断，而不是那一种很强烈的情感能量、情绪能量，觉得说就投入进去，而是经历了你自己判断自己的情感跟对方的条件可能啦哈。然后就知道说自己是非常喜欢这个人哈，你不会因轻而易举的就投入到那个爱情里面，经过了审视、朋友的鉴定、自己的判断各方面，才决定说，这个人不错，我想要跟他试看看这方面的哈。那这个流程，算理智的，算理智的哈。那对方也是哈，对方也很小心，也算蛮小心的靠近哈。不过对方那边，我觉得他那边有比较强烈的一个激动的感觉。他看到你的时候，会有一种惊喜的感觉。他那边有一个惊喜的感觉，可是好像某一些现实的状况，你们的距离状况，他有发现说，好像节奏不可以这么快，要慢慢来。他也有感觉到这件事情，可是他内心的波动应该比你的强。我觉得他内心的波动比你们强。那至于这一段感情，目前在这组牌抓到的，大概只有抓到你们刚认识的那一段，后面还有一些未知的惊喜还没有出现哈。好，没关系，我们先看到这里就好了哈。你期待一下，他应该还没有出现了哈。好，我来从他出现了吗？你们见过面这一件事情来先断定一下前面的这一个未知哈。前面的这一个未知是写到什么样的程度？看一下，
好，今天用这个好了。好，我们还是一样，先来从第一张牌来开始翻起哈。第一张，我决定选择你们是否已经接触过、见面过？好，等等哈。好，先这些我看一下哈。以这3张牌哈来讲，你现在的时间跟前面这段时间的这个范围里面是有暗示在附近，可是似乎彼此认识到对方的时间点都还没有出现哈。不过有在彼此附近游移的状况有。那这边有说，你们应该有常常会出现在差不多同一个空间里，可是彼此不认识，所以无法互动哦，都处在自己的空间里面。但是以这张牌来说，在别人的视野里面，你们曾经同时出现，算频率也算高。那在别人的视野里面看到的，确实是有一种爱的能量，能受祝福的能量，前往爱情的方向的能量。好，只是偏向于这视野不是属于你们的，而且也算是有所离去了。可是这个离去对我来讲，它逆位，它是属于一个味道，而不是离去。时间相反着。那你们中间，帮你们穿插着影响你们的、介绍你们认识的人，在附近，也在周遭，但是还没有造成认识的这一件事情哦。所以整个状况来说，其他还没看，就是现在你们2个要认识的事件，确实是还没有出现，介绍的人、介绍的事情都还没有出现哈。那从这边哈。无论是近的路径、远的路径，都还在一种贫瘠的能量状态，也就是你们2个都还没有靠近。那你们2个关系的指引出现了女祭司牌，我认为现在处在一种过渡时期，好，整个能量处在一个过渡整合的状态。那这里整合之后，它会有一个重生状态，哈，所以现在应该是在这里，然后再往上。才会进入差不多要去创造你们2个认识的状态。那这边说，近期你所去参加的活动、朋友的活动，他应该也有去，可是也是处在一种你们2个其实还没有机会认识到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一个完全的陌生人。现在应该是要等待一个中间的介绍的人的出现哈，才会改变一下这一个路径哈。现在都在附近游移，有点小可惜啊。来看一下这2张牌给的，这就不需要查。好，这里写的不错哦。这个位置，我刚说在别人的视野底下，你们有同时出现，而且是有一个爱的状况。这边是说能量上现在是处在一种结合、融合状态啦，所以只需要等待哈。他现在2个能量的牵连没有让你们2个离开太远，所以是在附近。那这里说，其实现在已经差不多进入了新的章节了。它整个土能量的部分已经稳定下来了，所以我大概知道说他为什么现在都在附近游移，还没有认识。我想就是真的在等那个事件。刚前面那一组牌就已经有在说这个状态了哈。不过我觉得还不错的是，当你巨狮牌出现在一个我认为需要指引方向的位置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是有结果的，因为他在整合很多东西，他在平静很多东西哈。我常说他后面
边只是一片汪洋嘛，也就是说，他也许是个守卫，他在等着后面掀开那个汪洋让你们看到，他在遮蔽，他遮蔽这一件事情是有道理的，不是不给你们，而是先等一下哈。好，所以就1号牌的朋友大概就是时间的问题了哈，他的出现看来是势在必行的，是不用急哈。我看到这里哈，这里的我都看一下。近跟远的路径虽然都拖慢了虽然都拖慢了，可是都是好的一个过程哈，都是有在往爱情的方向走的，所以他这边两两相加，两两相除，我觉得无论是近跟远的，他后来选择接近你的那个路径是近跟远的都是往好的能量去的，只是这边做了一个关卡先卡住为何他会有2个路径？主要是他自己也有他自己的故事线，他现在应该也是处在一种他的人生有一些事情在做决定了。其实大大小小决定都算，大小决定都算，小的决定就是大的决定就可能就是说要去换个工作啊，换房子啊，租的地方啊，这是比较大的。那小的就是说只是去参加朋友的约会，要去跟不去这样无论是短的近的，你们2个见面的机会都有出现而如果是选的比较远的路径可能要再绕远，再拖一点时间，那边的能量比较长，可是你就要等待的比较久就是了。那如果都没有那种远远近近，没有经过任何决定，他就直接顺的照他的人生这样生活这样走的话，那个能量比较小。我觉得他现在就处在这个状况，所以跟你一直处在一种错过的状况。所以他现在主要，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个事情要让他决定要改变一下方向，近远或是小事情。反正他现在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决定在影响他现在这个行驶的路径了哈。不过那个我们就不探究了，就只是出现在你面前的快慢速度而已。我觉得都 OK 哈，这里都 OK。这牌就差一点等待，差一点等待。那这边有说你们会以一种朋友的方式见面，不是工作方面，是私底下朋友的约会啊的见面的这个方式会认识到那这边有一开始见面就有很好的感觉的状况感觉就一开始就很不错就还蛮喜欢的，就能量有上来。如果回到前一张牌的话，它这个能量有上来说会进入一个理智状态去判断要不要在一起，还是立刻投入呢？上一张牌是说不会立刻投入，会有一个理智状态这点我在这组牌跟上组牌，我觉得它有一些小冲突我觉得它有一个蛮好的一触即发的立即恋爱的能量有出来，可能是落在你们2人其中一个人身上，所以会出现一个追求者跟知道自己是被追求者的一个状态会在这里。好，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直接看一下你们2个初见面的一些状况来，这里我再重多翻一张牌这里来重新定位一下你们初次见面的状况这里你看就是你们会有基本上你们的本质上会有一个不太一样其实你们会有一个强烈的对比，背景啊、个性啊各方面会有一个强烈的对比是不太一样的，可是却处在一个比较蛮好的融洽的状态，而且你们这一组能量这边有说2个人的不同是必要的存在，2个人不同是必要的存在，所以它可能会有一些互补性的方向，好像这一组是走向互补吗？这一组的能量合一是走向互补嘛？来看一下这里这里跟这里，我再转看一下没错，这是5把在一起。你们本质上要必须互补，才能够互相扶持彼此，找到全新的方向那你们的互补性，你们的变化，其中的变化很大你们的差异其实还蛮大的这也难怪，这边说差异真的还蛮大的是被
个人框线、个人独立自我、个人独立个性的那一种不同，真的有一种绝对的不同，所以这边才说绝对的对比不同是非常必要的存在，难怪这里是这样说的哈。那至于这个位置，我这边在探查的是说，所以本质上的不同是必要的吗？这里说是因为他为了要找到一个共同的方向哈。2号牌基本上只有单独，这里是双人，所以我说的确是要2个人一起往未来的方向走的一个必要行径，必要的不同。那至于你们2个的差异上来说，他说其实你们2个的差异基本上是处在2种世界里，可是这张牌讲的是4种元素的协调，2种世界，也许你很水能量，它很火能量，然后你很土能量，土水能量，它很风能量，它的变化性会带动你，但是你的稳定性会牵动它，它都是这样子的互补，所以基本上在我看来，你们没有什么问题，反倒是，即便连初期遇到的时候，因为2组不同的内在。虽然不同，但是能量的强度差不多，所以会达到一种蛮好的平衡。所以你们应该很有话聊，因为这个背景上的不同，人的不同，跟彼此的兴趣、喜欢的东西不太，这个是不同东西。现在讲的是本质上的不同本质的人，也许会喜欢同一个兴趣，都喜欢去运动啊，或是都喜欢去学语言，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向。好，既然已经找到了为何相见的原因，也被设定好说这份不同是必要的存在的话，那就不用太担心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差异性或什么。好，来，我们再往下翻来，现在翻更多内在共通的东西，好看它的走向。我想一下这个位置，对，这里，好。你们会有一个还不错的熟悉感，会慢慢的出现哈。然后以灵魂的距离来说，应该说以前面来说，你们灵魂已经遇到非常多次了，已经学会如何相处了，所以难怪上面的那个差异会被破解哈。从这里又可以看出来，你们从本质灵魂上就是非常不同的2个人，所以完全没有成为阻碍。好，那你们的共通点有一个东西还不错，你们对未来的展望，想要往哪里走，事业的发展。这个部分未来的价值观还蛮接近的，这可能是你们2个契合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哈。你们从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达到蛮好的高度的协调性，而且一开始见面的时候就有非常好的话题可以聊，对彼此都还蛮有兴趣的哈。也会立刻发觉彼此的差异性，所以我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如第一张牌一样，会有认真的审视一下彼此的差异，这样。可是又好像2个人都达到一个蛮好的成熟程度，所以对于彼此观察彼此的特色啊、互补性啊、协调各方面，很快就找到答案了。所以你们确实是有，我觉得很合适进入到恋爱的状态。而且2个人好像还蛮可以理解对方的。所以我们回到这张牌这张牌难怪在从这边一开始就是说，在这一个整个牌面的核心，即便从别人的眼光往你们那边观察，都能够感受到一份有爱的能量即便你们都还没有遇见的时候，可是在你们2个同时出现的场合里面，都已经是有一个有爱的能量了来，我们来看一些其他的好。你们2个之间，我觉得目前所看到的一些阻碍，就是还是比较属于一种个人主义个人的世界所以你们2个的确是属于2种完全不同的世界，在慢慢的搭桥起来的一份关系但我觉得从牌面的整个大致上的流动来说，并不会影响太多，你们很快就化解。你们会用一些比较实际生活、个人经验、成熟度去化解2个之间的差异，很快的，因为彼此的灵魂好像很接近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你们很快就能够找到相处的方法。可是节奏比较慢，它不是水火能量的爆发型，你们会在反正就是很多次的约会对谈，慢慢的找到彼此的价值，慢慢的协调起来。其实你们一开始遇见就能够在一起了，其实可以，只是因为你们的个性各方面是处在一种比较务实，
这一次你们会选择比较务实，就像前一组牌会从一种比较理智的方式去做切入。那个爆发型的能量、爆发型的活水能量都被压抑在被土能量受限控制的状态，所以不会一开始就倾诉，或是直接就爆发型表达出对彼此的喜欢。两个人会用一种你们之前灵魂已经相处过的非常多次的节制牌的能量所诠释的，已经协调过很多次了。所以你们早就在灵魂的角度知道怎么相处，也知道怎么喜欢对方，也知道怎么信任对方。所以你们能够在第一次遇见之后就看到两个人相处的未来，所以会慢慢的往后走，不需要急躁。这边说的是这样。好，那如果以时间的概念来说的话，现在然后再往比较后面的流程未来来走的话，我觉得这个路径都是不错的。只是我觉得他现在是处在这个状态，这个状态就是你们还在附近游移，你们可以认识，但是还没有那个认识的重要的关键点都还没有出来。再等一下，当我们发现这张牌出现了这张牌要讲你们灵魂家族的距离、家族的位置的时候，虽然你们不是在同一个灵魂家族，虽然不是在同一个灵魂的范围里，从宇宙的角度来说，你们原本的灵魂是在比较远的距离，可是似乎你们已经接近过很多次、协调过次、相处过次，这一次只是其中的一次而已。难怪会有高度的协调性了哈。不过要注意一下这一点哈，这点去寻找你们两个的差异性的说是给世界牌，的确你们两个是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的人。基本上如果一般人来说出现在这里的时候，就会出现非常强烈的差异性。还好后面有找到你们的衔接点，所以是可以慢慢相处下去的。那这边对于实物上来说，你真的遇到他的时候，一开始会有一些话不投机，会卡卡的，不用担心，他会很努力找到对话的点，你也会。你不会处在一种非常被动的状态，因为你心灵上的喜欢，你会努力的去找到你们两个的契合点跟交集点，很快就会找到两个共同点，而那些共同点都跟你们本质上的个性、星盘那些都没有关系，都是额外的，譬如未来的展望，想要去哪里，然后人生的方向是这样子的东西，找到非常强烈的共同点。然后在那里，你们就发现说，原来你们彼此所擅长的世界的能量工具，能够支援彼此互助，成为彼此帮助的工具或资源。你慢慢就会知道了哈。土能量很多，但是土能量都在一个非常好的垫底的位置。一些杂讯啊、阻碍的讯息，我觉得都处在比较远的方向，比较小的能量在比较远的方向。好。如果硬要讲真正的缺点的话，我觉得时间拖了一点点啦，时间拖了一点点。时间上我们来看一下你们两个相遇、真正对话的可能的最好的两个时间点不过这里要讲的两个时间点，并不代表第一次对话，而是你们对话最好的时间点，所以它不一定，它有可能包含第一次对话，但也可能没有我在讲的是这两次是你们两个会互动起来能量最好的两个时间点。我们来看天使历法给的两个时间第一个天使给的时间，第二个看一下，这个来，这个基本上他给的时间会比较晚了他这边已经拖到9月了9月了，如果他是要9月的话，他这边还有一个讯息他说你内心有一些跟自己需要和解的事情就是你可能没办法原谅自己做错的事情，这些东西你要先和解一下他这一件事情没有影响你们的爱情呢，可是他这边天使有特别讲这个，我就特别讲一下，因为我看到了那九月第一周到第二周中间有这比较远啦。我看到这张牌有没有给比较近的时间这张讲的比较近，在3月底这个是3月底那他没有特别讲什么东西他这边说你要透过别人的故事来多了解自己所以这两个还是有一点小小的相辅相成啦透过别人的故事来去了解自己那在遇到他之前，似乎天使这边的讯息有给一些小功课好像你内在的某些阴影的东西要处理一下、面对一下不要把它拘泥在里面能略过、能放得比较远就把它放得比较远。来，再来是动物灵
我看一下动物灵这边的卡，给你3张现在生活的建议哦。来，第一，好，第一其实是一个不错的生活，他就说，如果你现在工作上很努力，现在是一个能量非常好的状态哈。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这张牌，这张只是说你现在的工作很有价值，可以再更努力的工作，这比较不符合我的个性。可他这边说的是这个，好，来，现在工作能量很强，可以尽量发挥啦。那这张会说，你最近可能有一些碰壁的状态，不用担心哈。那是因为有一个负能量正在换取新能量的状态，所以你最近如果工作上、生活上有一些碰壁的话，再忍耐一下哈，好了，事情就正在转换能量过来了。好，这里好。其实这张牌也不错，这张牌说，有可能你最近有一些挥霍的状态、浪费的状态，或是要节制一下。要节制一下，要收敛一下。不过我觉得这里还有一个东西是，如果你最近对其他人都付出太多的话，你也可以收回来，对自己好一点。好，那大致上1号牌就这样。好，1号牌其实整个路径各方面我就觉得都是顺的，只是时间上拖了一下哈，因为2条路径都是好的，可是都不是立即的哦。姥姥这边有一点挡了一下哈，看来是有一些你跟他个人的故事线或一些小事件必然发生的，你们可能会分析一下，先去处理之后，你们在彼此的范围里面，可能才会注意到自己。不过我先说，你们靠着别人来认识彼此的几率比较小，但是去参加聚会、去参加朋友的活动、出去，这反而是一个媒介哦。因为这张牌虽然没有指定说是有人会帮忙，但是他有在暗示你们认识的场合里面有蛮多你们熟悉的人，所以他应该就是一个共同的朋友圈、共同的群体去参加什么这样子。所以你们的认识可能就是彼此看对眼、有感觉，或是有一个对话的契机而开始认识的，或是有一个题目之类的。好，那就这样哈，你期待一下。那记得每个影片有一些相同的讯息要留意一下哈。那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们。来，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2号牌的朋友哈，这是2号牌哈。今天的题目是谁将要牵起你的手？好，来，我们来看一下最基本的哈，整个时间区块比较长哈。通常时间区块会比较长，会有什么？过去、现在、未来，它的时间区段这么长。按你的人生可能就很长，它可能是抓了一个时间区块。那我们现在要看的是就这一段。那我们下一组再翻一个时间点的时候，它会在这个里面的再更小一节的前后哈。所以每一个影片能捕捉到的那个时间区块不太一样，所以我们来看到它的讯息会有什么。然后你要记得哈，不同的影片要去组合哈，因为题目都很类似，题目变换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入，看看它造成一些变数的时候得到的讯息会有所不同。来看一下这里哈，看一下，觉得中间还有一些黏腻哈，把它洗干净。好，这样子就好了。来，这个大趋势的就没有正逆位的问题哈，我就直接在我的牌阵里面，它就是一个大讯息的呈现哈。看一下这里，那翻的顺序哈也是凭感觉直接翻哈，所以它会跳来跳去。你每一次看每个影片都会跳来跳去。好，大致上今天这里出的这10张就这些，我看一下。首先，你跟他有爱情、有感觉一出现的时候，它是一个爆裂型的，它是一个奔放型的状态会出现。然后你们应该会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有一个非常好的协调，感觉也不错，很多东西都非常契合，很快哦，节奏很快哦，会觉得好像讲什么东西都很类似。有一点 twins 的感觉，双胞胎的感觉，有一点非常接近的感觉，你会觉得怎么会有这么相像的感觉哈？
而且它一个很特点是，你们天马行空的讲一些比较好高骛远的、比较远的天马行空、好高骛远、反正就那类型的那种概念也很契合，这就是很奇妙的地方。因为月亮牌落在金星哈，它那一股神秘牌在爱情里那个神秘讯息在爱情里被合理化了，也不能说被合理化，被直觉理解，被直觉理解，被直觉穿透。所以你们在初步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会有一种非常好的感觉，甚至有可能会有一开始的热恋期，很快就会进入热恋期，那种契合感很强哦。但是，这张牌做了一个小小的警惕哈，小小的，我觉得算是一个小小的警惕，说，但是这个感情要往下延伸下去，到稳定，这个路径就变长了。起点是非常美好的，可是要到真的确定到稳定，能够在更长久的这个关系的时候，从现在这个点到那里，这段路就会比较长。也就是说，你们心里虽然彼此很喜欢，感觉很浓烈，可是真的要触摸到确定感情的时候，两个人都觉得还没有到，都觉得还不到。那它有两个原因：第一，你们可能会觉得现在这种很喜欢的感觉更有趣、更好玩；第二，你们两个人内在的能量都对于确定关系是非常谨慎的，可是又挡不住一开始很多东西都非常契合的那一个状态。好，这是其中一条线。那另外一条线是说，你们慢慢会发现说，两个人在一起好像需要去建立你们的相处模式，所以从这点来看，就表示说你们的本质上跟你们外在表达上面的契合度是完全相反的。你们越是了解之后，发现你们两个其实是很不一样的人。我不想把这一组把它讲成是说越来越了解之后才叫做不适合，其实它不是这个方向，它其实是越来越了解之后才发现说你们有多不同。一开始的时候不知道是能量上的契合，还是哪里来的重复巧合，让你们在一开始认识的时候，所有相同的东西都爆发出来，所以它会有一种很奇妙的美感，好让你们觉得一开始真的很合适。可是慢慢的发现说，奇怪了，你们有很多东西都不太一样，那这不太一样会造成阻碍吗？其实不会，因为你们好像有一个很奇妙的互补性，你们好像在内在心里好像是彼此所需要的那一个灵魂，那一个智慧，所以你们常常在相异完全不同的点上，却能够互相启发到彼此。所以当你们发现彼此的不同的时候，所以其实影响不大，真正影响的只是内在的某种怀疑啦。可是你知道，你们两个牵引彼此的还有一个更强的东西，都不是心灵的，是外在的吸引力。你们的感官上面看到的、聊的、说话的各种东西吸引力非常强。那这个吸引力强，是因为它突破了你们某种比较爱自己的部分。你们其实很爱自己哦，你们其实独立起来、各自起来，自己是非常爱自己的，非常在乎自己的感觉，其实是有点自私的、有点自大的、有点自我的，比较强。可是遇到这个人的时候，突然破解了，你的朋友旁边的朋友也会发现这层的改变，所以这层的改变提醒到你说：难道我真的遇到我很喜欢的人吗？这一题就是这样子。好，所以才会在这里时间上慢慢走下去，才会发现说自己的相异点。可是还好啦，我觉得在这里的水星能量水星能量一些需要你去理解爱情的水星能量，还有一些扎实的木星能量，都说调和的非常好。然后你们能找到自己的方向，找的还蛮快的哈。那一些有冲突的能量，却都被你抛在脑后，或是觉得不是必须立即要处理的。所以你们遇到彼此的时候，跟你们本来的个性的时候，有一些奇怪的变化，有一些奇怪的扭曲。你对于其他人、对于其他的感情的时候，不会这样处理，可是在这一次会变得有点不一样，处理的方式完全不一样。从牌面上落下的地方，就发现说，你好像明明知道原本的自己的长相是长怎样，可是却把它抛得很远。你不是把它丢弃，你只是觉得在这一份相处里面，自我好像没有那么重要，很奇妙的一个感觉。但它也不是说你们没有自己，而是
自己好像很难拿出来，或是不需要拿出来。你们需要创造的是另外一种情绪上新的相处上、心理上的一个相处模式，而不是使用原本的个性相处起来。这就是你们这一组很特别的状况哈。我是还蛮喜欢这3张牌出现的地方啦。它展现了某种你们第一次见面的那一种奇异、特异、有趣的地方，是非常有趣、有可能性很高的，可能性非常高的哈。而且从宇宙的更远的角度，比较宏观、客观的角度来看这段感情的时候，会认为这是一个你们的灵魂历程上面一个很特别的冒险。他把它设定成冒险哦，表示后面有很多意外惊喜会出现，可以期待一下这一个哈。好，所以我觉得2号牌的整个出现的情况还不错了哈，可以期待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更细致的内容哈。好，来，好，我们今天用这个组哈来。好，我看一下，我们一样哈，要先决定第1张牌出的点哈，所以我们还是一样，我们先从你们2个遇见的吗？如果是写遇见的话，那我们来看一下当时遇见的一个情况哈。好，等等哈，就要佐证一下，遇见了吗？现在的整个情况哈。那真实的距离，指引的介质现况啊，最单纯的路径。好，我们先看这些，我先把这些看清楚。山火火，你们已经遇见了。可是你们遇见之后，突然中间隔了一段时间没有遇见好像有不久前有一次的遇到，然后好像又分开了去做自己的事情了，好像突然又跑去做自己的事情了有这个讯息，那还好。他也算是一个环绕的，确实去做了一些自己的事情。我看一下整个路径现状。你们2个突然你们现在的距离变远了耶，可是你们见过。那2个人现在都处在一种回程的状况，回来再遇见。2个很奇怪哈，你们好像这样子相遇之后，2个就突然去做了一个自己的大弧线，好像这样再回来这边都说了你们去了别的地方了然后再缓缓的走回来至于你们2个绕了去哪里都没关系可是看来下一次遇见的时间点好像也快近来，我们这边直接来看天使牌给的一个大概的时间点不要太依赖这个时间点，大概就是以你现在看牌的时间点，然后给你一个时间点，大概你要抓一个日期譬如说你今天看牌的时间是2月，然后他告诉你说是7月或是5月5月，这些翻出来是5月，那你就可能要觉得说大概3个月到4个月后左右，要这个概念去想。这个路径大概这个时候他会再回来，或这个时候再见面，但是中间会完全不见面吗？也不会，因为他这个是抽象的概念，他可能会觉得说3到4个月之后会有一个很强的能量让你们见面，然后有一个更好的发展。可是中间可能会有零星的见面，可是没有讲到话，或是看到只有打招呼这样，因为那个能量可能都还没有到一个对的时间点让你们爆发，或是有一个好的故事线的交错，有可能他这个不一定是完全没有见到，只能说上一次好的见面的时候之后你们就绕远路了，可能各自去别的地方，或是朋友圈的邀约是没有交集的来，我看一下他这样讲的时间点。先第1章我很少会这么早就翻时间啦。先看一下这一个，我看天使历法给的时间它的暗示是哪一个状态？他说2个月前2个月前有一个比较好的见面近期应该还有近期还有的话，看这边5、9，他说最近其实有，然后上1、2个月前那这里也说也是近期，在接下来也是最近1个月内，什么可能还有一个比较好的见面有就这样。
我先说上一次比较好的，确实是在两个，它这边是2个月前，算2个多月前，2个月前到1个月前中间这样。那一次你们就有一个蛮好的见面。那接下来有一个比较小的能量，最近会零星的见面，可能就是在这个月内。那在更远的我没有翻，好，在更远的我没有翻，我刚才就是这个逻辑哈。在更远的我等一下再翻好了，我先把这整个顺序都先讲完哈。来，你有个概念就好，你可以回想一下，大概2个月，应该是2个月前吧。好，那他现在是没有在附近的。我看一下为何有这一个分开哈。哦，全球824。这边说现在以能量上来说是某种去拾取新智慧的一个阶段，这是一个阶段。所以看来，我觉得照推的看来，你们那一次的见面比较像巧合，因为我看这一个路径来说，你们像两个圈圈后，突然有一天其他能量推进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小交集，创造了这一个。可是因为它是逆位的哈，这一组哈是行走的，被祝福的，是看到的哈。那这一组牌它确实是有出现看到的，而这一个角色其实它本来是在这一个画面之外的这一个位置，它不一定会进去，可是它本来就会看到。只是今天这张牌看的是更清楚，表示说其实你们是真的不是只是远望或是知道彼此，而是真的有对谈过。但这边是逆位，表示也是匆忙啦，也是匆忙，也是淡的，而且这一个相遇并不是交集成一条直线，而是弹开了弹开了，反方向的行走去了。那再从别的牌的路径来去诠释这一块，确实你们走去了别的方向去了哈。那这边说，确实现在以路径上来说，这个相遇本来就是巧遇，然后这是一个智慧学习的旅程啦，过程在这之前哈。所以其实你们下一次的相遇应该才是至关重要的，不是上一个哦。这提早交集了，旁边的牌都没有辅助你们这一次相遇的，我觉得他没有支持他这个存在感。从牌面上我觉得是这样。因为他都很遥望、很遥远，真正的路径在这2张牌，可是都还在一种行走状态，他没有支持这张牌的相遇，这是另外一条路径。所以我觉得，下次的相遇会更为重要了。好。如果这样子的话，我来看一下大概会有没有比较近的下一次相遇的时间点了哈。看看天使历法给的暗示是暗示哦。来，我觉得正能量小了2，通常出2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看一下，大的能量说大概40天后左右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再接下来就可能要4个月，4个月，40天，4个月，4个月，你大概这样子抓这感觉就好了哈。所以大概接下来30到40天的时候，多出去跟朋友出去了哈，可能会再跟他遇见哈。那我刚前一组牌说，你们第一次相遇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好的交集，但是我没有那么觉得，刚前一个牌组讲的第一次的交集是你们先前的这2、3个月前的那一个交集，我觉得能量上不太吻合，它比较像是下一次我说40天后那一个这样，可是它也有一些零星的感觉，好像也在支撑之前的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我直接翻好了。我看一下，就这个顺序微妙。来，我来让他做一个连结哈。上一次你们的相遇的情况，好，我看一下，不是上一次，是下一次。
哦，这全部能量都是淡的、逆向的、没有看到的、远望的、个人的、封闭的，没有，不是上一次，是下一次哈。所以你可能最有可能的机会点，大概就40天后左右会有一次的相遇，那一次可能就是会比较符合前一组牌的那一种，一触即发，会有那种很有感觉，对话上都非常有交集的那个状态。哦，2号牌的朋友，你可以掌握看看，那个时候你多出去，应该会有这个人的出现哈，因为那个能量看起来是还吻合的。这里的偏弱，上一次确实是一个巧合哈。这里6张牌都走到不同的方向，可是能量都还蛮弱的。如果从这牌确定的话，确实不是上一次，是下一次。好，来，好，那大概知道下一次比较重要了哈。所以现在整个状况是，现在还不太真的是进入到那个位置，要再等一下哈。那这组牌看来时间点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方向了，好吧？我觉得这组牌已经讲的蛮完善了，我们来讲更深层的东西哈。来，那么我们来帮你们看看下一次见面的那一个状况。好，虽然前一组牌讲很多了，这边我们再讲更深的。好，这完全走向相反的路径哦。我来看一下为什么是这个路径哈。这全部都完全相反哈。首先，你们的灵魂的位置哈，原本可能灵魂家族的位置、家族的弱点来说，你们是完全不同家族的、不同领域的、不同范围的，有一点点完全隔开的、完全不同的灵魂哦。那这一次的相遇，可能是难得一次最好的交集的一次哦。上一组牌已经有跟你们说，你们本质上其实慢慢会发现完全不同嘛。确实，这边都讲的非常不同哦。基本上你们应该不会有一拍即合的状况，可是却有，你们之间有一个很奇妙的熟悉感。有可能比较像是说，你可以想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哈，它是2个家族的人的相恋嘛。所以这2个家族其实是对立的。所以对彼此很熟悉，所以你们2个比较像是一种对立的家族很久了，灵魂家族很久了，然后很熟悉彼此很久了，可是从来没有一致的方向。这一次好像是首次会有比较一致的方向，可是中间还是有蛮多的障碍哈，想法不同，保护的东西不同，好，但是熟悉感很重，会在你们第一次感觉的时候，所以才会难怪在下一次或是你们再一次见面的时候会有那么强的契合感。所以回到第一组牌说，我刚刚是不是说，突然所有的合适跟契合突然都在同一个时间爆出来，所以会让你们误以为你们2个是合适的。时间再下去的时候才发现说，其实你们是有极大的不同，对不对？这边又再讲一次。这个牌位在讲说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这边说突然间有很多的未来性展望、价值观都突然契合了，可是本质上都不同。这3张本质上都不同。这里也是同步率很低哦。你们所看到的方向、所用的方法、技巧、对人生处理、交际的手腕，就算连怎么讲，金钱观各方面都很不同。可是其中真正拉拢你们契合的感觉，就是那个熟悉感。那这熟悉感就来自于灵魂的对抗已经很久了。所以这一组很特别。我不觉得这一组在遇到的时候，会只是一个短暂的热恋，然后就没有了。没有，它这一个是你们这一次灵魂很重要的一次相遇。如果你有看其他的牌，我常常会说，有的时候灵魂在不同的时空里面已经相处过好几次了，所以他就训练出2个灵魂再次相遇的时候有一种很奇妙的熟悉感。即便星座啊、背景啊、星盘啊，可能连种族文化都不同的时候，可是确实有一种熟悉感。那是因为灵魂的距离很近，这一组也是灵魂的距离很近，可是你们还不熟悉。这一次真的是第一次开始熟悉，所以这一次的认识还蛮重要的。但是有一些辛苦啦，因为它会一直会让你们2个的不同一直困扰着你们，它会有一种幻觉，好像不适合的那种幻觉。来，我来看一下后边。把这牌移一下哈。看一下这里。虽然我没有需要这么多张了，可是都已经放到这里，我就翻一下。
好，我看一下哈。的确，你看你们是对立的。哎呀，这边也是讲得非常清楚，你们在差异上是对立的两种不同，彼此都想互相在灵魂上，彼此都想互相争夺，彼此都互相占领哈。所以其实你们是不对盘的两组位置哈，两组背景哈。但是很快的，你们就能够找到对彼此的热情。哦，要非常慢、非常慢的方式才会找到两个人共同的那个路径，两个人共同的世界，两个共同的方向，非常慢。本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都已经是慢了哈，因为在这一个排位上面，我讲的是一种非常慢速度的结果，慢速度的结果，慢速度的找到宝藏，最深层的宝藏，最难找的宝藏，这位置我是这样设定的。他说有。可是会有那一个门，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已经是说有，可是已经很慢了。可是它是逆位的，表示它又加倍了那一个难度，所以它是更难以寻找的哦。好，你看这里连相处的两个人结合，都还是处在一种未知性，但是可以茁壮，可以去生根，可以去努力看看未来的方向可能会走哪里，是有希望的。可是整个路径的节奏是比较难的。以今天的主题上来讲啦，我觉得你们底下有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恶魔牌在吸引哦，上一组牌有放在一个非常好的位置，你们会因为非常喜欢彼此而去努力的突破非常多的难关，这就是你们这一组的特色哦，所以他有可能会处在一种很炙热的爱情的感觉里面，因为所有在爱情的感受的位置都是处在一种有远方的、有前瞻性的、有远见的、可受期待的，在于一种类似好高骛远的牌位的时候，都是一些蛮好的牌，都是一些很积极的牌、很正向的牌。也许用好高骛远讲的是一种比较贬义的词，可是它至少好像是可行的，它不会眼高手低，看起来好像好高骛远，看起来好像会变成眼高手低，可是实际上这里看起来好像却是突破万难，它有这个冲突，有这个冲突你要理解一下。那未来是可以期待的啦哈，所以你可以把握一下下一次见面的那个澎湃的感觉，那个热情的感觉，那个很热烈的感觉，那个很交集很多的感觉，我觉得应该会让你觉得很舒服。你可以把握看看，感受一下那一次最近的那一次哈。好，记得天使牌虽然说是40天以后，可是你要抓再大一点范围啦，可能就是下2个月之后前后啦，前后其实是前后，因为它有一个扩散的感觉哈。那个时候你没有办法在家里，你可能要多出去。创造自己曝光的机会，创造自己去认识人的机会，因为这边有说它是一个回来的状况哈。还有一件事情，你们上一次的见面有可能被遗忘，哦。好，所以下一次的见面，它比较是属于一种全新的状态，它可能会在你们后来对话的时候才会比较发现说，哦，对，我们上次见面，可是他不会一开始就发现这件事情哦，因为那个能量真的太淡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天使牌已经给了嘛哈，看来没有特别的其他的牌，来给你3个建议好了哈，来3个动物灵牌给的建议哈，我看一下，好，我看第一个，好，我们再来看第2个，好，第3，这里好了，我看下这3个是否有什么关联？这里说，其实最近你的灵感直觉能力很强哈，它跟牌不一定有关系，它的灵感直觉能量很强哈，你要把握一下，最近要比较依赖一下灵感。那最近你的整个生活感觉上会有一种停滞、蛮难向前的感觉，是正常的。因为现在有一个转换期哈，现在有一种新旧替换的时间，新旧替换的时间，你可能要经历一下，那个是必然的过程哈，它不是有事情找你难题或什么的，不是一个坏运或什么，它是这个必然的过程，因为它现在要进入一个新的升阶、新的转职，你周遭有些事物要做替换哈，所以现在有一个比较难往前的感觉。好，再来就是这张牌说，目前你脚下所踩着那一个能量的土壤哈，正在处在一种非常好耕种东西的地方。所以现在我觉得这里可能是独立的。我觉得这里在讲说，你最近想要去投资时间、想要去投资金钱或是努力的东西，好像正在处在一种很好发芽的位置跟时间点。所以你敏感到现在，如果要去多付出什么的话，好像可以再更努力一点点，收获可能会加倍。现在这个位置都还不错。现在在下面的都下面，因为它这边有一个非常感恩的能量。
非常感恩、感激的能量、滋养的能量正在出现，而且它这边也对应到我皇后牌的一种丰收感哈。所以你现在所处的位置虽然不会立即的丰收，可是好像是可期待，好像已经会有丰收的物质要给你的，可是要在这个地方要去丢下些种子，才有可能会发芽出来还给你哈。好，那就是这3张牌的方向哈。那回到今天这组牌，这组牌看起来好像会有点辛苦，可是主要是互相喜欢的能量很强，好像可以突破很多关卡哈。所以你可以用一种开放的享受一段爱情出现的感觉，来去感受一下这段爱情发生的路径，看看这故事怎么发展，好吗？哦，好，那这就是2号牌的朋友哦。那谢谢你来听，然后注意一下不同影片的相同讯息哦。那祝福你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3号牌的朋友哈，3号牌的朋友，好，那今天的题目是谁将牵起你的手哦？好，谁将牵起你的手？没关系，我们来先看一下整个大趋势的方向哈。那通常这个题目呢，跟其他题目很类似，所以它重复的讯息会蛮多的哈。前2组牌还蛮多重复的讯息的哦，跟其他影片有重复的讯息，应该有些人会听到哈，尤其那个时间点跟远近的东西哈，有在重复出现。好。来，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大方向的能量现在是怎么跑的哈。等等，想一下哈。好，虽然正反没有相关了哈，可是我想打乱一下它的能量的。果然，好。跟我想的差不多哦，好，现在来找好的路径看看哈，方向，好，还没有翻完，但是我可以说，机器水星的能量都算是往好的爱情的方向走。可是快到爱情出现前，那还没翻好，快到爱情出现前会有一个小小的阻碍，它有一个整理期。所以在你们相遇的时候，可能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们会有一种认知彼此存在感的一个很认真的过程，因为你们心里有一种悸动有跑出来，所以有一种抗拒跟一种辨识力、理智跑出来，好像已经很久没遇到爱情，或是对爱情之前的挫折感所经验的一种你们处理爱情的一种新的态度。所以这一次爱情出现的时候，你们会处在一种非常冷静的状态，这是你很难控制的冷静状态，你会自己就掉到一个非常冷静的状态来去面对这个新的爱情的出现。你内心的悸动有跑出来，就是因为悸动很强，所以你才会觉得我需要安静下来去面对哈。来，的确，指引你们的路径也是处在一种冷静状态的的能量，它并没有很强的推进能量要你们往前冲刺，行动上的牌都处在一种安静的状态，好，都是非常严厉的安静的状态哈，而且还有一些小提醒说，有很多未知的想法将要出现，所以这个人哈，这个你将要遇到的这个新的恋情，这个人他所带来的这个爱情的状态，跟他的人啊各方面都是全新的，这是一个新的旅程。你们有一点点故意去创造滞空、空虚的感觉，就是让这一个爱情内在的这个波动，让他有点想要把它压下来哦。因为可能之前的爱情的经验有让你们脱序、脱轨、失常、失控、失去自己，有过，所以这一次是会有类似的状况、类似的感受。所以你们在很快速的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达到一种非常平静的感觉哈。两个人算有同步啦。那对于爱情的向往，原本心里所期待的爱情的模式跟向往，这一次还蛮符合的。所以连外在啊，这个人啊，讲话场合啊，讲话内容都还蛮符合你们期待已久的哈。皇后牌有说，这个丰盛感会在你们心里油然而生，可是它对立了女祭司牌在这边所压的一个平静来说的话，你们的理智就浮上心头了。这里哦，你们心里有一种很奇妙的把握，是想说，好像很适合，好像很有感觉，很契合。所以内在有一种自信，就是即使现在有一点点不完全投入，这个人应该也不会离开。两个人都有这个默契。那你们之间有一个关键点的
熟悉感是熟悉感，可是眼前这一个人有一种全新的面貌，有一种升级的面貌，好像有点类似你以前的爱情，可是好像是全面的升级版，好像好多的缺点东西都已经被修正完了的一个同样的爱情模式，可是又出现了，好像那些缺点都已经被修正完了。那这个修正的原因，我不太知道。可是它就是有一种好像缺点变少了，可是还是符合你原本所期待的爱情。那也是因为这个很像、很类似以前的爱情，所以那一个过往的不愉快感也会油然而生。哦，所以还好，最终是女祭司牌做一个压制平静，好，先把某种想要宣泄的爱情都先藏在后面，然后有一些比较需要往上升、需要经过过场、需要过滤的能量的工具，正在过滤这个爱情。好，大致上这算一个健康的爱情啦，也算是一个不会让你乱了阵脚的爱情。那其中有2个点需要注意一下哈，一开始遇到说有点卡卡的，想冲其实不会冲不起来哈，但是两个之间还算有一个很奇妙的默契，你们一开始遇到就有。那2个人之间的关系会有一个进阶升华，那每一次都会经过一个事件来去做转换，对彼此的感觉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改变。好，你们的关系的进步是这样。这组比较不像日久生情，都是一些关键的事情发生，让你们每次都觉得，这个人好不一样，怎么跟自己想的很不同？是这样，那种熟悉感会在，可是整个的过程又不在自己的预设的剧本里面，所以很多意外惊喜。好。然后在一起的时候，都有一种加分的感觉、升级的感觉，好像以前所期待的爱情的应该有的加分的状况、进步的状况，这里都会有发生，都好像蛮符合心里所期待的那个状况。以显化一个你心中所理想的情人的话，这一组显化的比例蛮高的，能量还蛮高的。好，大致上是这样。来，我们来看一些比较生活的哈。今天我们用这个，好来，我想一下哈，好，我现在抽3次，然后翻第1章，来去确定一个问题。你们见过了吗？目前的关系范围情况，好，来指引的、距离的、媒介的、直通的路、现况。好，先看这些。好，看一下。都没有看到，你们还没遇见但是很近，还没有遇见。你们眼睛所看的视野一直都不在彼此身上，你们有可能在同一个空间里过，因为我觉得这3组水能量把你们2个包在同一个空间范围里，可是都错过，没有机会，没有桥梁，中间桥断了，让你们连接的那一个媒介人事物是断的，都在不好，你们其实都在一个不太对的时间点很靠近，目前看起来，所以其实算是没有遇见，这里看起来是完全没有遇见，这里也是哈，你自己看这些水能量倒掉哈，倒掉，4个都是倒掉，表示你们在很近的位置里面的时候，都把对话的角色放到了别人身上。好，为什么我一直说很近？因为它这一个水能量多到它像是一个泡泡，你们在里面这样。那至于这点，我再确定一下了哈，确定一下更深的牌的讯号。他说还有一个路径还在爬升你们关系里面还有一个路径还在爬升，不是现在这个时间点要遇到哈，所以这不是你的问题，这是可能能量上你们2个的注意到彼此存在的那个连接没有出来。那
这个水能量，你们两个现在是内心的水能量哈，跟你们两个连接没关系，可能自己内在的水能量还在处在一种内化、消化、处理，所以你们现在内心可能有一些感情能量还不够完整到要让你们两个遇见，可能现在的水能量、情感能量都在比较多的交际跟朋友、爱情上面的浓度、饱和度还不够。所以他还比较难去创造你们两个一见面的时候一个契合的状态哈。虽然我们刚前面说，其实你们一开始遇见的时候聊天说契合状态会比较低啦，可是我看到水能量这么饱满，我觉得其实是有机会的。但是这两张牌却说，现在都还在一个过渡时期、缓和时期，个人内化去提炼那个好的水能量时期。所以，即便你们很近哈，是没有对话的，现在是没有对话的机会哦。这个好不容易有一个搭桥的路径。搭桥的人、搭桥的事情、搭桥的空间都是断的，也就是说，即便你们在同一个时间都要去同一个地方，可是你们可能会有先来后到不同时间点到，空间是有，但时间是错的。哦，好，难得有一个比较好的路径让你们遇见彼此生活里面，可是它是比较远的哈，所以正能量还是弱了，还是很小。那我再看一下。行走的路径确实是有哦，你们一直有一些能量是往，其实你们算对齐。我觉得在这里来看的话，你们的能量算对齐，自己内在的时间感、行走的路径算对齐，是能够预见的，能够跑到彼此面前的。可是这边却挡住了哈，你们很像是两个都往同一个空间去的人的旅行者，可是到了那空间之后，这边就起雾，所以你们每次到这里就找不到彼此，但你们也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哦，所以你们每次来的时候都遇见了其他人，而不是彼此哦。你们常常会有这个状况。好，没关系，这边已经解答了啦。他说这是一个过程，然后还在扬升中哈，还在往上提炼中，他还在攀爬中，所以再等一下哦。好，来，这组还蛮快的，一下就找到了。好，那我们来翻一下时间好了，来看看以时间来说的话。可能啊哈，可能的下一次两个人交会比较好的时间点哈，做参考啊，看天使历法给的两个时间点哦。哦，一个，看来这个能量比较强哦。他一直没有被我吸走，来看一下这两个，2、1，好，参考哈，不要太依赖那以后，他大概就只是暗示你说，在那个时间点，你可以多跟朋友出去哈，让自己接触到的人多一点哈，接触到新朋友多一点。这里说暑假啊，我就不讲什么月份，就暑假，好，因为我觉得要把整个空间再拉宽广一点啦，哦，暑假就7、8月了，在秋天末，秋末冬初。好，大概就这两个时间点能量会最强。可是这不代表说这个时间前面你们不会遇见，是有零星的，当然是有零星的哈。你这2个月都往前推，大概2个月前、3个月前这样，其实还是有零星的，可是能量比较小。这里是最好的能量最强的一个时间点的暗示哈。那你还是可以多出去了。那因为这组牌哈。它还有一个，它这边有一个自我内心重新学习的心灵成长的一个阶段，这里比较像是你们两个关系的一个爬升，哈，讲你们两个关系正在一个往上进行的一个路径。可是这张牌，它这张牌，我觉得它在告诉我有另外一个变数会出现，而这个变数有关于你自己内在的身心灵的一个重新的提升，所以他现在告诉我说，最近这一段时间，你内心的富足感、智慧的提升、心灵的提升，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去让它升级。现在是一个能量比较好的时机点哦，这边有多出来这一个讯息哈。好，来我来看一下，这里好像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哈。来，我们来好奇一下你们遇见的场景哈，因为这里好像可以翻。看他会给场景的哦，在远方是都这两个能量都不好哦。看一下，
有一点点暗示这一个人他是从很远的地方而来的，他的背景哦，就是说他有可能从国外回来，有从可能另外一个城市过来哦，有可能哦。那他现在应该有在为了他人生的一些努力的一个关键阶段，所以他现在在某方面以他的事业、生活、人生的资历这种他梦想各方面呢，他是处在一种比较茫然的阶段哈。好，所以这边只做了这个暗示，这一点有在提示一件事情，就是他最近对爱情的渴望，可能跟你想象的想法来说，他是偏弱的，只是，但这一件事情会在被理解的时候产生一些情愫，所以有可能你们在对话的时候，下一次对话的时候，你可能是他那一个时段里面最能听到他内在声音的人。他可能内在有一种不适应、孤独感，好像你就是那个时间听到的。这边有看到一种土能量正在指引你们遇见，然后你应该会成为他的某一种解放。因为我看到这边有些困境是属于他的，不是属于你的。好，你的整个状态来说比较，你看哦，比较可以自我疗愈、自救、自助。这边说的是你，可是他好像需要得到你那边的资源哈，所以我在想，他那边的故事线应该还没有发展完成，他应该会发展到某一种困境的时候，那一个交集点跟你自己内心、身心灵有所成长、改变的那个时间点，这两个时间点应该会对齐，然后差不多就是你们相遇的时间了。所以这个大概就是要花那几个月，所以这个时间点应该所给的暗示应该是这样。好，所以它不会立即的，或是这一两个月就会立即出现。虽然有，但是能量很小。哦，这里也是哈，这张牌很不错啦。这张牌说，你们相遇的场景会有一些类似奇迹的事件发生，所以通常他用这么特异的能量来去解释的话，我觉得他在暗示一件事情是，你们两个的对话，两个的遇见，你应该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意外，就是我打个比方，他有可能是外国人，可是你却跟他对上话，而且讲的很有默契，这是其中一种比喻。好，这是一种距离上的比喻，我讲的比较极端。但是有一种更奇怪的是，你会觉得你好像不会喜欢这样子的人，不会对这个人有感觉，可是你跟他互动的时候，内在却会觉得说，哎，我心里怎么有很特别的感觉出现？有这种类似奇迹的状况的事件的出现。哦，这里暗示了这一件事情，可是这里又告诉你说，这是一种从距离的美感里面传召出来的。所以我才说他会有一种很奇怪的陌生感哦，然后被突破了，然后你也感到很意外，好像你在与表面的认知上觉得你绝对不会跟这个人对话，更何况还对话之后还很有交集呢，会有这个状况哈。好，那这里很多牌的暗示都是说，故事不太像是表面那样你以为的状况发展下去，也会有一点点脱离你对于事情的推理的方向跟逻辑，它都会有一种很奇怪的巧合跟突发的感情会在内心里爆发出来。这一组是这样，在你们遇见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而且这一组有一个很奇怪的状况是，应该要遇见，可是总是在遇见前就没有遇见。应该不会遇见，可是应该不会有交集，可是却非常内心非常有认同感，彼此却非常有理解。它有一种很奇怪的跳跃，都不是我们可以猜测到的。哦，它很像是它那个故事的走向都超乎我们的理解的这个关系是这样。所以即便是这样，那我只能说，你们就先遇见之后就会知道了。好，状况就是这样，它完全不在。就是他
不太像是别人故事的范本啦，它有一点点是跳跃式的、拼凑式的，其中的意外的感觉很多。哦，我先不把它归类在意外的惊喜，我只能说它意外的感觉很多。好，那表示其实两个人的差异性，这个有啦，有存在了哈，但是没有去强调它的深浅。我们来看一下，简单看一下差异性的部分，就看这3张就好了。好，不同物质的协调，所以你们是有差异性，你们差异性还蛮大的。好，背景上各方面其实差异还蛮大的。那一下就协调好了。那你们会用一种非常有爱的、友好的方式就互补起来，所以你们的差异是没有问题的。那你们本质上必然的差异，其实会在生活的小细节里面就找到自己的路径，所以是没有问题。所以差异不存在问题哦，所以这个意外的惊喜、意外的感觉才会出现哦。这个差异没有不是问题。那再来看你们的共同点。哦，你们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就有觉得自己在未来的走向、未来的方向里面是在同一条船上的，很奇妙的感觉。可能工作上你们工作可能类似哦，这边有被暗示到，你们工作很类似，你们所谓的技能，你们累世的一些才华还蛮类似的，所以你们的语言模组可能有同一个方向哦。工作好像蛮接近的，你们不太像是完全不同工作的人。然后你们第一次遇见的时候，好像就能够立刻讲到很深层的感情的事情、内心的事情。所以回到这里来说，这边是不是有暗示一件事情？他可能是在他人生比较萎靡、比较低谷、能量比较低的时候遇见你，所以你有一种救到他的感觉。所以他那个时候在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虽然不会表达出来，可是心灵上有一种慰藉跟支持的感觉会在那一次出现。你那时候会比较多的语言上的资助付出，可是他会比较多的接受，这是你们当时达到的一种有爱方面的互补的能量。所以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感觉真的还不错。契合的感觉很强，可是慢慢的就发现说，其实你们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人，不同。从灵魂的角度上来说，你们灵魂互助的在其他的时空里面已经很久了，所以你们这次在相遇的时候，总是以一种互相帮助的概念，让你们两个连接在一起。好，所以你们只要一遇到的时候，应该话题不断，你们的对话话题不断，然后可以一直聊天，还能够在很多想法上、工作上能够支援。我觉得这边有跑出来一个是可能你还能够对他现在的状况有实质的帮忙哦，有实质的帮忙，而且你很乐意、很想要实质的帮忙，因为你们两个的起点都是非常好的行进能量、实践能量，在寻找爱情的能量，而且到你们两个彼此附近的时候，爱情能量其实是有爆发的，只是产生了迷雾，没有让你们找到对的人。所以当你们遇到真正彼此的时候，这些能量就会发挥，有东西发挥了，还在对的人身上发挥了。即便他的状况，我觉得会在你遇见的时候是比较低迷的，可是你刚好能量比较强的时候，完全可以施予他，而且他是非常需要接受的。所以那个时候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们感情的关系连接、信赖关系就建立起来了。好，这里的牌非常好，然后你们的连接很强，无论是当下的情况、所要行走的方向，还有彼此的认同感都还不错，而且还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所以你们的遇见确实是在一个很棒的巧合里面遇见，而且我觉得算是一种能量的时间点的安排啦。你们遇见的时间点是很好的时间点哈，那只是同步率有点低啦哈，同步率有点低，想事情的节奏根本还是不太一样，不算是完美契合啦。但是在于应用自己的个性、应用自己的想法、交谈的各方面契合度都很高，所以算是能达成互补状态，但是没有到那么互补。你们比较像是一种伙伴型的，你们的关系比较像是一种伙伴型。来，我再看一张。好，这边说你们心底下只要突破一件事情，关系就越来越好，就是心理的一些悲伤、痛苦、负能量要彼此分享。好，这个部分在你们身上本来有点难，有点难讲出来，可是在这一段关系里面，好像变得比较轻易了。所以如果遇到他彼此有什么内在的东西要讲出来，就讲出来好，大致上你们的这一组的轮廓是这样了哈。
你可以期待一下。我觉得他在不远的将来应该要出现，因为我看到他有一些，主要是这两张牌了哈。这两张牌讲的是直奔而来的能量，这两张牌有在讲直奔而来的能量哈。虽然节奏有减速，但是还是直奔而来的能量，所以我觉得在不久后的情况会出现，你可以期待一下。目前看起来没什么哈，我是喜欢这张牌讲的啦。这张牌有奠定了现在这份关系正在往上爬到遇见的那一个时机点。那些人为什么说往上爬是好的呢？因为它表示他在有爬有成功，有爬有收获，所以每一步都在创造你们的遇见那个时间点，所以是值得期待的。好，那大致上3号牌就到这里哈，你再等一下哈。那它的部分我们先撇开哈，我觉得你这份更要着重的是这张牌。这张牌有个很重要的是说，你内在有某种思维正在要准备进步，要准备进化，所以现在你很适合静下来去思考一下你内在的东西。你内在有些东西要进阶了，很需要你安静下来，让它调整起来。所以这张牌给的启示是说，最近可能不要让自己的心情比较浮动，你可能要进入一个比较有规律的生活里，让它内化的东西自然调整。它这个内化的东西，你可能没有办法靠有意识的方式去知道它到底在改变什么。可是它这个东西进化下来、调整完之后，它应该会在别的地方、别的出口、别的事情上面去显化给你，让你知道你有所成长。所以这一段时间的不要太浮动，情绪各方面事情不要太浮动，也不要去太多的挑战或什么，安静。现在好像安静的去让它调整，好像还蛮重要。这张牌有说哈，这张牌本质上的句子叫做内化你内在某种哲学，让它启程。这是很抽象的字眼，但如果你能理解，你可以理解一下为何我说这段时间你的安静下来很重要。好，来，那再给你看3张动物灵卡给你的这里的建议哈。这组有点难，这组要理解的那个时间感有点难，你要注意一下。好，来，好，来看一下简单的说这里哈。这里说内心有一些东西要挖掘，还有一些潜力要挖掘，但是它会偏向于有点害羞的角度，就是你有点胆怯去面对的角度哈。这个你要自己思维哈。你内心有一些新的能力要出来了，你要去挖掘一下。那这里还有说，最近的幸运值还蛮高的哈，最近的幸运值还蛮高的，所以它适合你去尝试一些没摸过的东西，但是不要太难，大概就轻巧的去碰一下就好了。因为这边在跟这边有点冲突哦。这边说你需要平静，可是这要挑战的话，心情就会浮动哦，所以这里你要自己做调整哦。好，只是说最近的幸运值很高啦哦，你也不一定要去运什么的，可是就是最近好像应该会有一些其他的外力会帮忙你去化解很多事情哦，所以你也不动也可以，不动也可以。这里来说的话，最近有一些贵人贵事会保护你哈，所以这2张应该相辅相成了哈。原来是有贵人贵事会保护你，所以最近的幸运值还蛮高的，所以就享受吧哈。这边只能做一些暗示。然后再看这边好像少了一个东西。好，这边其实有隐士牌的能量哈，有一些内在有一些心理的价值的东西需要转换，需要理解一下。好，最近要往比较内心的东西去哈，那就跟这张还蛮符合的。好，那这个3号牌记得哈，整个核心就这2张。你们现在的关系是有加分有正能量的发展中哈，所以期待。再来，你这里的核心你比较重要哈，你最近内在有一些心灵上、思考上的升级，正在充能中、升级中，正在爬楼梯中哦，要尽量保持一个比较平静的心去期待，好，让它有比较好的内化的环境。好，那就这样。那这是3号牌的朋友哈。这组我觉得跟最近翻的影片的牌重复讯息没有很多，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很新的一条线，所以选到3号牌的朋友，你可以把它当成是另外一个完全新的一条线去思考、去等待哈。好，那就这样，那谢谢你们来听哦，祝福你们。